死在了女儿生日的那天。女儿哭得撕心裂肺，妻子却在酒店约会白月光，甚至当时我还哭着给她打电话，哭着求她回来给女儿过生日，可她却厌恶地警告我，我已经嫁给你了，你想要的都得到了，你能不能不要用孩子来绑架我的余生？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女儿过生日，凌晨之后，我将被系统彻底抹杀。今天是女儿6岁的生日，她的愿望是全家人一起过生日。恍惚间，我回想起去年柳如烟亲口承诺会回来陪女儿过生日，于是我一大早便开始准备。可是我和女儿从日出等到日落，把任何的动静都幻想成是她回来的征兆，即使是生日蜡烛都点尽了，也不见她的身影。最后忍不住打电话给她，换来的却是冰冷的回应。所以呢，等不到就不要等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吗？是我让你们一直傻傻的等吗？只怪你们自己没长脑子。10年前，系统把我拉进这本小说当中，只有成功攻略柳如烟才能离开，否则就会被无情抹杀。然而我如愿以偿的跟她结婚了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月月。可在这10年里，我渐渐的爱上了她，而她对我却没有半点悸动，甚至对女儿也没有好脸色。从月月出生的那一刻，柳如烟就没有给女儿过一次生日，只因月月的生日和她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季伯达是同一天生日。她认为老天是故意羞辱她的，故意让她不能嫁给自己真正爱的人。柳如烟恨我入骨，恨我和她在一起还有了女儿。在她眼里，孩子绑住了她的余生。我和柳如烟自幼相识，可就像很多故事里一样，青梅敌不过天降。在她学生时期，高岭之花季伯达就占据了她全部的心，而我作为攻略者，就像一个毫不起眼的观客，只能默默在柳如烟身后看着她一点一点爱上别人。但柳如烟的家庭条件并不算太好，在毕业以后，季伯达为了出国闪婚付千金，直接抛弃了柳如烟，让她不要再等了。在她走的那天，柳如烟跪在雨里哭得撕心裂肺，而我便跑去安慰她，陪着她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那段岁月，一路白手起家到现在的商业精英。尽管我如影随形，但她还是不喜欢我，不想跟我在一起。可就在一次应酬中，不小心和我发生了关系，她怀了孕，纠结了很久，这才嫁给我。因此，每次月月过生日那天，柳如烟都会想起季伯达，她觉得月月是我和她肮脏的产物。为此，女儿从来没有跟母亲过生日，更别提享受应有的母爱了。在月月还小的时候，她经常用水灵灵的眸子可怜兮兮地望着我，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月月啊？为什么从来都不陪月月，也不陪月月玩呢？我每次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能胡乱地说妈妈工作太忙了。可是随着女儿逐渐长大，她似乎学会了察言观色，看出了自己家庭有问题，很少在我面前提起柳如烟了。然而每次到了这种重要的日子，心中还是会有期待，毕竟她只是一个小孩子。我在给月月买礼物的路上，心里虽然五味杂陈，但还是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哪怕有一丁点希望，我也想在女儿生日这天让她不要失望。随后我抱着忐忑的心，颤颤巍巍地拨了柳如烟的电话。上一次打过去还是在半年前，我握着手机的手冒出一层细汗。喂，让我欣喜若狂的是她居然接了，而且还只打了一次就接了，这可是我们结婚以来的第一次。可高兴不足半秒，就传来她冷若冰霜的声音，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听闻我下意识开始犹豫，咽了咽唾沫道，阿烟，今天是月月的生日。我想话还没说完，她便直接打断，如果只是这种事情，以后就不要打电话给我了，和我没关系。她的话语冷漠到了极点，顿时我心寒不已。可月月不也是你的女儿吗？我抓着手机的手忍不住用力几分。叶晨，我已经嫁给你了，你想要的都得到了，你就非得来打扰我吗？随后就听到了东西碎掉的声音，我沉默了片刻，而且季伯达回来了，我的心彻底堕入冰窖，握着手机的指尖止不住的颤抖。他居然回来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然而电话早就已经被挂掉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得去给月月买礼物，就算没有妈妈陪伴，爸爸更不能疏忽。上回月月就说要一头比他人还大的熊，每次经过玩具店，他总会拉着我进去。当我买完后，已经到了中午，想着先吃点东西，可当我准备走进一家不远处的餐厅，却被门口的人拦住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本店被包场了，是一位夫人为给她的先生过生日。听闻我不禁心生羡慕，突然好奇这对恩爱的夫妻长什么样子，随后视线往里头瞟了一眼，可仅仅一眼，我的浑身的血液就仿佛凝固了般，心也猛地咯噔慢了半拍。是柳如烟，她在切蛋糕，身旁坐着的正是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季伯达，还有一个和月月一般大的男孩子，应该是季伯达的孩子吧。我浑身发颤，看着这一幕，是身边的人轻轻推了我，这才回过神来。然而我站在门口，连上去质问的勇气都没有，可悲的像一个小丑，躲在角落里偷窥着别人的幸福。哪里是他没有空，只是我和女儿不重要罢了。或许在他眼里，他们才是一家人吧。我忘记自己是怎么离开的了，大概是落荒而逃的吧，像一只丧家之犬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回到车上，我透过后视镜看着自己狼狈的模样，明明才30多的年纪，可我都不想多看自己一眼，更别提柳如烟了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穿过一道电流，宿主期限已到，你未能成功攻略目标，柳如烟即将被抹杀。听着系统的提示，我苦苦哀求道，可否再给我一点时间？说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我放心不下女儿，我离开后她就没有爸爸妈妈了，她该怎么熬过来啊？宿主可以给你过完今天0点，时间到你就会被抹杀。或许是系统看我可怜，往日冰冷的系统音竟有一丝叹息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我知道这是系统给我做的最大让步。调整好情绪后，我决定花所有的心思去准备生日，这是最后一次给女儿过生日了，一定要让她开开心心。等到幼儿园放学，我便把女儿接回来了家，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女儿眼里的我是健康的。月月一进家门，就看到了如童话般梦幻的家，瞬间两眼放光，不停地说着好漂亮，放下书包立马就要我拍照片。我一连给她拍了好多张，其中也有很多我们的合照。等她长大了看到这些照片，也不至于会忘记了我的样子。今天的饭菜全是我亲手做的，最后一餐想要我的女儿能够记住爸爸的厨艺。在开餐前，我关了灯，随后点上蜡烛，烛光照在月月的
的脸上，他闭着眼睛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虔诚的许愿，我要和爸爸永远在一起。借着屋里的黑暗，我掩面哭泣。可是我的宝贝，爸爸无法实现你的愿望。等到许完愿后，我把灯打开，可细心的月月还是发现了我没有擦干净的泪痕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呀？没有，爸爸就是看到我家月月又长大了1岁，太开心了而已。我看着墙上的时钟，距离0点还有4个小时，这期间必须得把女儿托付给柳如烟。在我死后，月月能依靠的人也就只有她了。尽管可能还是会遭到对方的冷嘲热讽，但这通电话我非打不可。电话很快被接通了，我有些意外，难不成是因为季伯达回来的原因？他心情好才破天荒的连接2次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开口说话时，电话那头传来了季伯达的声音，让我当场愣住了。喂，是叶晨吗？找阿烟有什么事吗？他这一番反客为主，让我措手不及，好像他才是柳如烟的丈夫，我才是第三者。我要找我的妻子有问题吗？我难得硬气一次，反正都快要死了，我还管什么其他的？季伯达没想到我会说这种话，毕竟我以前一直都是卑微讨好的形象。此话一出，也许他是自知理亏，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像好朋友一样问道：我不就是问问而已，咱们那么久没有见了，我也真的想跟你好好聊一聊。听着对方的虚伪的话语，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是想我继续装绿茶恶心我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你何必装的好像和我关系很好呢？反正也没有别人，你累不累啊？当初我喜欢柳如烟的事情，在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，而季伯达却处处与我作对，因为他觉得我觊觎他养在池塘里的鱼，无论我和他之间发生任何事情，只要他颠倒黑白装可怜，柳如烟就会无条件的相信他，斥责我百口莫辩，默默承受着莫须有的污蔑，甚至后来我拥有国外名校的保送名额，他只是说了句好羡慕，柳如烟就让我无条件的把名额送给他。为了能够攻略柳如烟，我还真的就同意了这个要求。现在想想真是蠢到没救。想到这，我大声喊道：把手机给柳如烟，我找她有重要的事情。可是现在阿烟在洗澡呢，不如你直接告诉我吧，我帮你转告。他还故意把洗澡2字加重，借此阴阳我。然而我并不在乎柳如烟在哪了，为什么会在季伯达家里洗澡？如今只想在最后的时刻将女儿托付给柳如烟。女儿的事情，我怎么敢轻易交给一个外人？更何况是季伯达。随后便冷冷的回道：不必了，我就等着他，亲自跟他说。听闻季伯达直接得意的笑出了声：叶晨，你还真是个小丑，那么多年了，柳如烟还没爱上你呢。不过以后你更没有机会了，我离婚了，你猜猜看，你的婚姻会不会岌岌可危呢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是一个把破坏别人家庭当做至高荣誉的人呢？反正柳如烟一直爱的是我，我还要感谢你呢，陪柳如烟吃完了苦日子，现在你也该挪窝了。若是以前我会和他争得面红耳赤，可如今我心中没有半点波澜。既然你要就送给你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终于接起了电话，依旧是冰冷不耐烦的声音：你没事找我干嘛？若是让我回去给月月过生日，就算了吧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柳如烟，以后你能不能照顾女儿？我可能没办法照顾她了，你要是忙的话，帮她请个靠谱的保姆，每周抽空来看看她，毕竟她也是你的女儿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柳如烟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想恳求你照顾好女儿，就看在我陪了你走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是不是又在想什么招数，想装可怜骗我回去？我好累，你就答应我好不好？我情绪有些崩溃，月月只有你能依靠了，你在说什么疯话？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别整天闲的没事干，过来跟我说这些危言耸听的话。柳如烟的声音冷入骨髓，随着电话被挂断，我的心也彻底堕入了冰窖。我想再拨回去，可是电话一次次的被挂断，最后直接被拉进了黑名单。我又给他发短信，可每一条都石沉大海，我彻底绝望了，只感觉到呼吸困难，好像心脏病发作了。我熟练的拿柜子的药续命，抚平胸腔，落寞的望着天花板。心脏病是系统抹杀我时埋下的定时炸弹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病情也会越来越严重了。然而女儿似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房间门口。她穿着睡衣，抱着兔子玩偶，目光担忧的看着我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我迅速转过头，企图在女儿走过来前整理好情绪。月月，爸爸没事。那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不知道，睡不着，感觉心慌慌的，我好怕爸爸不要我了。听到这话，刚刚收拾好的情绪瞬间被女儿的话整破防。我的女儿以后该怎么办啊？突然月月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：爸爸，我想听故事。我很想答应，但一想到自己0点便会被抹杀，我无法接受女儿亲眼见证自己父亲死亡。随后温柔地摸着她头：月月，你是大孩子了，学会自己睡觉好不好？月月委屈地嘟起嘴：爸爸就今天一次吗？乖，我们家月月最乖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月月虽然不情愿，但是她一向很懂事，尤其缺少母爱的情况，特别依赖我这个爸爸，非常听我的话。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一滴眼泪猝不及防地滑落，最终时钟还是来到了0点，我被抹杀了。或许是系统的缘故，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，只见自己的灵魂慢慢地脱离身体，飘在空中，我只能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却再也没有任何感知的能力。在死后看到自己的尸体，我竟有一瞬的轻松。系统问我要不要离开，死后的人灵魂有7天可以待在凡间，之后再前去轮回。我舍不得月月，只想留在她身边，哪怕多看一眼也是幸福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是我唯一的留恋了。次日是周末，月月并没有早起，睡到自然醒后还赖了回床，发现我一直都没有去叫她，她这才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穿着拖鞋哼哧哼哧的往我房间跑。我飘在空中，想要阻止她过去，生怕她看到我的尸体，奈何我只是一个灵魂，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。最终她还是来到了我的房间，推开门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我。爸爸，你个大懒虫，怎么还在睡觉啊？太阳晒屁股了。月月走到床边，想叫我起床，可惜我没有回应，脸色更是苍白如纸，生出了可怖的尸斑，仿佛一碰就会碎裂。见状，月月被吓坏了，她爬上床，小手搭在我的胳膊上，没有体温的肉体，她明显感觉到了，可还是抱着一丝希望，哭着求我醒一醒。而我在一旁看得心如刀割，好想上去抱抱她，却
扑了个空，给她擦擦眼泪，但我的手终究是穿过她的脸颊，深深的无力感紧紧的如毒蛇缠绕着我。见我始终没有反应，女儿拿我的手机想打电话求助，笨拙的用指纹解锁后，终于打开了屏幕。在看到柳如烟的名字时，她的眼睛顿时亮了。她知道这是妈妈的名字，可是宝贝啊，你不知道，她已经把爸爸拉黑了。女儿打了一个又一个，就是打不通。然而她却依旧没有放弃，直到手机的电量都快耗光了，她才着急的大哭了起来。屏幕上滴满了她的泪水，房间内回荡着女儿的哭声。明明已经是灵魂了，可看到女儿受委屈，我的心还是好痛。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，当初就不该把女儿带到这个世界，让她无辜的遭受这番苦难。折腾了半天后，月月累得睡着了，她躺在我的怀里，眼角还挂着泪水。等她再次醒来，是被饿醒的。爸爸，月月好饿，你醒一醒啊！她哭得的小脸通红，可是我依然没有动静。她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意思，认为我只是睡着了。肚子太饿的月月实在是扛不了了，自己来到厨房找吃的。还好生前我买了很多吃的放在厨房里。月月拿了2个面包，就急匆匆地赶回房间，把其中一个递给我。爸爸，你睡了那么久，一定饿了吧？我给你拿了面包，醒过来吃一口，好不好？爸爸别不理我，月月会乖乖听话的，以后都不找爸爸要妈妈了，我只要你。月月一个人好害怕，回应他的依旧是死寂。在这之后，他每一次睡醒过来，都会第一时间的看向我，问我什么时候醒。尽管一次次失望，可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，依然重新燃起希望。随着死亡时间变长，我的身体开始发出难闻的腐臭味，他就开窗通风。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睡不起，也不明白我的身体为什么会越来越臭。为了能掩盖这臭味，他找到了我曾送给柳如烟的香水，喷在我身上。在他心里，爸爸应该香香的，可是腐臭气息和香气混在一起，更加难闻了。好几次他都被恶心吐了。爸爸为什么还不醒啊？月月真的好怕，爸爸求求你了，不要睡觉了，月月好想你。他哭的眼睛都哭肿了。终于过了几天，手机铃声响了，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老师。喂，月月爸爸呀，怎么月月这几天没有来上学呢？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月月听到熟悉的声音后，立马放声大哭了出来。老师，你能不能帮帮我呀？我爸爸睡着了，一直不理我。月月想爸爸，老师能不能帮帮我？月月，你说什么？说慢一点，告诉老师具体发生了什么。随后女儿把这几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老师，虽然在她口中都是美化过的，但是老师是成年人，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月月，你待在家里，老师一会儿就去你家找你。挂断后，老师从在家庭练习部找到了柳如烟的号码，在打了很多遍后，柳如烟终于接通了。喂，你好，是陈小月的妈妈吗？你的女儿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柳如烟直接打断了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孩子的事你找他爸爸叶晨，以后都不要来找我。说完就不客气的挂断了。见状，老师都震惊了，再准备打过去就已经拉黑了。时隔多日，我的尸体终于被发现了，警察和医生差不多是同时到的，在检查过后，排除了遇害或者自杀的痕迹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心脏病突发的意外死亡。随着我的身体上了担架准备抬出，女儿瞬间就慌了，挣脱开老师的怀抱，就要冲过去想要拦住他们，可她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拦住一群大人？很快就被拉开了。看着我逐渐越远，女儿哭着在后面拼命的追，可不管再怎么努力也始终追不上，最后跌倒在地，膝盖擦出了血淋淋的伤口，嚎啕大哭。在医院里，喂，是柳如烟女士吗？你丈夫不久前死在家中，请您来认领一下尸体，安置好尸体。开什么玩笑？柳如烟根本不信，还嗤之以鼻说道，这又是叶晨想出的什么幺蛾子是吧？他这几天倒是有意思，非要烦死我才乐意是吗？刘女士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你的丈夫还在医院等你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过来，那我们只好通知殡仪馆接收的。下一秒，柳如烟直接暴怒道，你转告叶晨，我不管他耍什么花样，我都无所谓，他要是真的想死就赶紧去死，跟我没关系。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，继续处理工作，丝毫没有因为刚才的电话受到影响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打开，季伯达从门外走了进来。阿烟，你还在忙啊？你现在怎么这么努力啊？回想以前，你还是只会跟着我屁股后面跑的小女孩呢，转眼间就那么成熟了，还开了那么大的一家公司，真是了不起啊！要是当初我选择了你，说不定我和你也结婚好几年了呢。季伯达笑着走到柳如烟身边，眼神一直在打量着面前的女人。柳如烟的动作一顿，季伯达，你这次回来是因为什么？